琴日我收到紅牛嘅通知，喺執行上邊呢，我唔再會參與車隊運作。我哋今日呢個會面之後開始，我仍然都會係集團嘅一份子，但係喺車隊運作上會交棒俾其他接手。當然呢個消息嚟得好突然，好震撼，令我愕然。但係當我過去12個鐘有機會去睇翻件事呢，我諗喺大家面前當面宣佈呢個消息，同埋向全個車隊每一個人表示我嘅謝意。大家過去20年都付出咗好多。當我20年前嚟嘅時候，冇咁多白頭髮，行入嚟呢個車隊唔知期望啲咩，但係當年大家都好歡迎我。然之後佢哋睇住我哋成為 F1 賽場上一股強大勢力，同埋成為呢個車隊嘅一份子，一直都係我一生人最高嘅榮耀。睇住車隊。以上就係星期三 Horner 喺紅牛總部嘅發言。今日我哋會從多方面分析，研究紅牛點樣要將 Horner 斬立決，而且會點樣影響紅牛未來呢？我都會揾一啲額外嘅資訊，再加上自己嘅分析，同大家分享一下。呢個 channel 主要係分享 F1 嘅資訊，會同你逐格睇翻，分析成個 F1 週末嘅各個重要時刻，利用車手車隊嘅訪問內容，去同咁多位一齊解構呢個體育運動。如果你想睇多啲 F1 嘅策略同埋技術，知道一場比賽入邊直播鏡頭冇交代嘅事，咁就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 再撳個鐘仔搶先看 ，like 條片 ，share 俾你睇 F1 嘅朋友，再 comment， 你哋嘅支持係我製作影片嘅動力。事不宜遲，咁就 let's go。先講下 Horner 建立車隊嘅20年。喺2004年中，紅牛創辦人 Dietrich Mateschitz 收購當年嘅積架車隊。收購完成之後 Christian Horner 喺2004年11月起加入紅牛，到2005年1月7日入主紅牛車隊。當時31歲嘅佢係 F1 史上最年輕嘅車隊領隊之一。上任之後，佢就開始建立佢嘅半軍車隊，包括喺2006年成功招攬 Adrian Newey 加入，擔任首席技術總監，加上由 Helmut Marko 領導嘅紅牛年輕車手計劃，培育咗眾多 F1 車手。遠嘅唔講，而家 F1 嘅20個車手，其中7個就係由紅牛青訓出身嘅，仲有無數咁多嘅車手係去咗其他嘅系列賽。經過幾年嘅建立，去到2010年開展咗紅牛第一個王朝。喺 V8 自然吸氣引擎嘅末代，紅牛賽車憑住死氣喉、Blown Diffuser 同 High Wick 嘅設計理念，加上同當年強橫嘅雷諾引擎嘅緊密合作，締造4連霸。去到2014年 F1 引擎大改例，雷諾引擎研發失敗，紅牛經歷咗多年黑暗時代，但直至2021年為止，都極少傳過話佢地位不穩，只係2015年傳過一下。跟住 Christian Horner 一句 KO， 佢當時就話：不過喺一級方程式入邊呢，永遠都有傳聞，而呢個完全係垃圾。跟住到2020年喺疫情下進行比賽嘅第一年，車隊最終憑 Max 贏得車手總冠軍。隨住本田嘅引擎開始同其他引擎對手睇齊，同 Adrian Newey 領導嘅設計團隊，加上 Max 嘅實力強橫，車隊到今代氣動力規例開始嘅2022年至2023年，橫掃車隊同車手總冠軍。但係強始終會身弱，無敵亦都唔係冇盡頭，亦都唔會永遠。長期嘅強橫已經不知不覺種下失敗嘅種子。喺2024年 F1 開季時爆出 Horner 情慾短信性騷擾助理事件，一名前女員工指控被 Horner 性騷擾。雖然經過2次外部獨立調查，指 Horner 冇犯錯，但明顯事件已經嚴重影響紅牛士氣。韋少前老豆 F1 車手 Jos Verstappen 喺上年3月曾經指出，只要佢繼續擔任呢個職位呢，車隊內部就有緊張氣氛，隊伍有被撕裂嘅危險。依家咁落去唔得，遲早會爆發。總之件事亦都導致 Adrian Newey 嘅離開，轉投 Aston Martin， 於今年季初上任，負責下一年新一代賽車研發。而據當時嘅報導指出，嗰位向 Red Bull 發起指控嘅女同事，同時係 Adrian Newey 同 Horner 嘅助理。之後麥勞倫從季中開始崛起，因為長年以嚟紅牛都未能解決佢哋第二車手嘅問題，就算係自己青訓嘅外邊請翻嚟嘅有經驗車手，都未能喺賽車上獲得足夠嘅信心。而其中一個原因就係賽車研發方向往往隨住賽季嘅發展向 Max 靠攏，呢個車手越揸越唔掂。而喺2024年，Horner為咗改善 Perez 嘅信心，喺季初就續咗佢一張長約。總係完全唔 work， 叫佢走，賠咗大筆違約金，佢報由380萬至1570萬英鎊不等，係白白冇咗喎。變相 Max 就一個打兩個，場上如是，積分榜如是。仲
最終只係拎到車手總冠軍，車隊總成績跌到落第3。去到今年紅牛部 RB21，差連韋少都話搞唔掂，加上上年年尾季尾同 Marco 就決定升當時只有11場經驗嘅羅神，而唔考慮揸咗4季 F1， 加上已經喺細牛企穩陣腳嘅角田，原因只係因為 Marco 覺得角田脾氣唔好，總羅神3場就玩殘咗佢完全欠缺信心。去到日本站，因為懷疑本田話會加贊助，佢報由733萬至1725萬英鎊不等，佢哋填翻 Perez 俾個金個氹，所以季中就換角田上場。呢個決定對於兩個車手嚟講，對車隊發展嚟講都係最差嘅決定。羅神可能俾呢個經驗打殘，不過好彩睇落冇乜事，救得翻。角田就慘啦，佢根本唔夠時間準備應付呢隻猛獸，揸住呢部紅牛連上頭10拎分都困難重重，加上明顯最大嘅問題就係紅牛模擬器同真車唔協調，否則都唔會連續發生2次模擬器練完好地地，真車就揸到趴咗去嘅情況出現啦。而家星期3英國時間嘅中午，各大媒體爆出呢件事，如果一直都上網翻個官方講法，即係咩安排啊，點樣咁樣。總最細節咧，就只係康納嘅講法，即係佢即時離任，但會繼續留喺紅牛入邊。而聲明咧，只係有交代紅牛車隊領隊嘅職責，會交由原本細牛嘅領隊 Lowell Mackis 同埋 Mackis 講咗乜，企業項目及投資執行長 Oliver Mintzlaff 講咗啲乜，係冇康納講嘅嘢，你就知呢個決定係康納唔老禮啦。細牛車隊領隊就由原本嘅賽事總監 Alan Permane 負責，而且根據報道，走嘅唔止係佢本人，仲有佢旗下嘅人，即係整個河拿派都失勢。綜合網上嘅報道，紅牛作出呢個決定有以下5個原因。第一就係賽道表現下滑，今季紅牛只係車隊第4名，團隊競爭力顯著下降。縱使韋少實力仍然強橫，拎住呢部 RB21都能夠拎到2場勝利，分別喺日本、意大利、Imola贏車之外，但係第二車手問題真係一路都未能解決。第二就係內部衝突及摩擦，雖然獨立調查證明康納清白，上訴亦都已經被駁回，但因為對話 cap 圖流出，全世界都睇到，連我都睇過啊，真係條嘢嘅。但係咧已經令到紅牛內部有裂痕，呢點係康納點樣口硬都好難改變嘅，所以韋老豆講嘅嘢所言非虛。第三就係技術團隊核心人員離開。啱啱講到內部嘅裂痕，除咗上面講到嘅傳奇工程師、氣動力之神 Adrian Newey 嘅離開，佢喺 The High Performance Podcast 度講過：如果我繼續留喺 Red Bull，就唔能夠忠於自己。我覺得而家係時候為自己尋找新挑戰。策略部大佬、賽事總監 Jonathan Whitty 亦都喺上年8月宣布離開，轉投今年嘅沙巴車隊來年嘅 Audi。冇咗呢個賽例嘅專家同 FIA 周旋，決定幾時撐到行，幾時縮，亦都令到今年紅牛嘅策略決定開始走樣。而我覺得要喺季中暑假就換人，對董事會咁樣做決定嚟講，一定係有個迫切性嘅原因。而我覺得最決定性就係呢樣。第四就係 Max 走人逼宮，喺近期唔少消息話韋少正同緊平治積極傾緊加入，不過以我之前睇消息都係主要來自意大利 Sky Sport。亦都有唔少人話呢間傳媒嘅消息比較唔可信，而我本身對呢個消息咧都係保持冷靜觀望嘅態度。不過 Max 曾經喺6月底嘅時間進一步表達佢對紅牛賽車同研發嘅不滿，佢曾經係咁講：我唔係虛張聲勢嘅，車隊入邊嘅人都知道嘅。加上英國太陽報有報道話，報道引述前 F1 車手拉夫舒密加話韋老豆 Yost 喺英國站期間同康納爆發激烈口角。雖然呢啲彈嘢未必真嘅。太陽報同埋拉夫舒密加講嘅嘢唔建議大家盡信，但係 Yost 唔妥康納想佢走咧就真係人所共知。會唔會係韋老豆要求平治先落紅牛度，要求康納要即時走人，否則就會暑假簽平治張約呢？如果係咁嘅話，又唔太出奇喎。同時亦都解釋到點解要即走換人，而唔係俾佢做埋下半季。最後第5就係董事會信心瓦解，車隊面對咁多問題啊，董事會點會唔知啊？所以一直都有消息話 Matheus 家族對康納不滿，同埋傾向支持 Helmut Marko。再加上去到今年5月，紅牛股權出現變動，由1984年起，股權原本由奧地利嘅 Matheus 家族同泰國許書標家族平分，各佔 49%， 剩低嘅 2% 屬於許書標兒子許書恩個人擁有，即係泰國幫佔過半股權。但喺今年5月，許書恩將佢個人股權出售俾一間瑞士日內亞嘅信託公司 Fides Trustee SA。泰國幫股權即時唔過半，呢單借刀殺人咧都幾有料啊！感覺佢依賴泰國大股東撐腰嘅 Honda， 搞到車隊人心向背，成績又下滑，加上職場性騷擾呢啲嘢咧喺西方世界好詐忌噶。睇下車隊其他人嘅反應就知咩料啦！俾人炒咧真係可以預見。
不過就算留到韋少，係咪就代表換人一天就光晒呢？我又非常之有保留喎。首先近呢幾集我都有提到啦，紅牛除咗賽車研發方向行錯之外，近幾場策略決定亦都不及當年勇。咁而家換咗 Laurent Mekies 呢個仁兄任職法拉利嗰陣，作為車隊嘅賽事總監，曾經有多項佳作繼承法拉利嘅策略問題，其中包括2022年嘅摩納哥站喺濕轉缸換安特克嘅22圈，同時叫埋新斯入站，令到鹿仔要喺 pit 度乾等。總頭位起步嘅鹿仔竟然錯失半軍跌落第4，而佢喺細牛嗰陣都有唔少策略失誤，加上仲有 Red Bull Powertrain 要處理，成個 PU 整成點真係冇人知。加上紅牛研發唔係換個人就解決到嘅。呢單嘢因為牽連甚廣，所以要拖住英國站嘅第2條片出咗呢條先。不過咧，我第一次做呢啲冇咩場地數據嘅片，我未睇過其他人嘅片，費事唔覺意抄人哋咁。即係網上揾資料做呢條片，希望大家俾啲意見。唔知我嘅資料搜集會唔會唔夠人哋廣泛？大家又點睇今次季中嘅換人呢？到時候再次呼籲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哋呢個 channel，like 呢條片，撳我鐘仔搶先看，分享俾你身邊睇 F1 嘅朋友睇，再 comment 少少嘅支持，多多嘅鼓勵。今日之後再見，拜拜。